30%的金额会被券商冻结，填写了美国地址，或者说填写了美国的手机号码，就会100%遇到这种情况。有被冻结的钱，这个钱就会马上的返还给我们，之后我们再进行任何的交易，也不会被预扣30%这么高的税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很多小伙伴在买美股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被多扣税了。比如说我今天卖了1万美元的股票，但实际到账只有7000美元，而另外的3000美元在账单上会显示预扣税，也就是差不多有30%的金额会被券商冻结。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我们是中国身份开户的，但是在开户资料上如果填写了美国地址，或者说填写了美国的手机号码，就会100%遇到这种情况。主要的原因是券商为了规避税务风险，券商觉得既然这个开户的人不是美国人，那么他为什么会有美国的电话号码和美国的地址呢？会不会这个人是虚假申报自己的税务身份呢？所以说券商就干脆按照最高的税率来扣税。如果扣错了，我们作为受害方肯定会主动联系券商去说明情况，解决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呢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实际操作经验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要提交2个表格，这2个表格分别是 W8 税表和解释信。关于如何填写 W8 表格，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，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跳转观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W8 表格上面填写的信息，尤其是居住地址和邮寄地址，一定要和我们开户时候填写的地址一致。比如说我开户的时候，邮寄地址填写的是我租借的美国地址，那么 W8 表格上面的邮寄地址也一定要是美国的那个地址。接下来是解释信。解释信的作用就是向券商说明，我作为一个非美国的税务居民，我为什么会有美国的电话号码或者说美国的地址。券商收到这个解释信之后，如果说我们之前有被冻结的钱，这个钱就会马上的返还给我们，之后我们再进行任何的交易，也不会被预扣30%这么高的税了。本来我以为解释信是一个非常容易填写的表格，因为它上面都是有中文的，我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就可以了。但是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私信，让我提供解释信的模板。为了方便大家，今天就演示一下解释信要如何去填写。本期视频的演示主要包括 W8 表格和解释信要到哪里去下载，解释信如何去填写，如何提交这些文件来解冻被预扣的税金。我们以嘉信理财为例，我们登录嘉信理财的后台，然后在搜索框里输入 W8，这边去点击更新 W8， 在这个页面我们点击 W8 资源中心，接下来会跳转到这个界面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W8 表格，我们去选择这边的中文版本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下载一个空白的 W8 表格。具体填写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，大家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就可以了。我们页面再往下拉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解释信，我们去选择这里的中文版本，然后我们把它下载下来。下载完成之后我们打开，接下来的话就和大家一起去填写一下这个解释信。首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解释信必须要和 W8 表格一起去提交。解释信填好之后，我会和大家演示如何去提交。接下来的话就开始正式去填写，我们全部用英文填写。账户人的资料填写我们的名字拼音就可以了，我叫张三，我这里就填写3张。账户号码的话就去填写一下自己嘉信理财的号码。解释信一共是有4个部分，4个部分并不是每个部分都需要填写的。比如说第3和第4部分的话，如果适用的话才填写。首先第一部分的话，缺失外国人税务识别编号才需要填写，这个我们不用填，因为我们开户的时候都会填写中国的身份证号码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税务识别编号，我们不缺这个，直接不用写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第2部分是拥有美国地址和美国的号码，这一部分是需要我们去填写的，填写的方法很简单。2A 这里我们填写中国， 2B 我们选择第一个，信件邮寄在我国不可靠和不安全。确实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拥有美国地址，是因为很多美国信件寄到中国的话是没有办法直接寄的，或者说丢件的概率很高，所以说我们才租借美国地址。接下来美国地址是属于哪一类？我是租借的美国地址，所以我选择授权代理。
但是如果说大家用的是朋友或者亲属的地址的话，就勾选其他2个选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这里的话，我们选择邮件取信的频率，我们去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勾选。我选择第一个。2C 账户上只有美国号码，没有其他外国号码的目的，我们去选择旅游或者说网络都可以的。该号码是属于我选择授权代理或者朋友亲属都可以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其实券商并不会对这个解释信的内容来进行严格的审查，只要我们提交了这个表格，券商那边就没有税务风险了，他们也就没必要继续按照最高的税率来预扣了。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是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选项来勾选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就可以了。当然如果谨慎的话，也可以和我选的一样，我自己就是这样填写通过的。接下来 2D 我们继续填写，这里如果说账户内有美国地址的话就填下，如果说我们只有美国的电话没有美国地址的话就不用去选。如果有美国地址的话，我们就选什么原因，比如说商务或者备选或者另外。拥有美国地址的目的，我们填写接收信件，地址是属于因为我是租的，所以我就选择授权代理，或者说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。如果说大家有2个美国地址的话，这边也填一下，有1个就不用填了。第3部分是在美国居住的目的，如果说开户的居住地址填写的是美国，那需要填写；如果说居住地址是中国，邮寄地址是美国的话，这个直接跳过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第4部分。如果说你居住的地址填的是中国，这里直接跳过。如果居住地址是美国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边去填写一下在美国的实际停留时间。如果说超过183天的话，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，就是要按照美国人的税率来缴税。比如说我前年去美国旅游待了半个月，那我就在这里填写15就可以了。下面总停留天数也填写15，这里一定要去勾选我不是实际居住的税务居民。接下来最后一步，正楷书写，这里我们输入自己的名字拼音，上面签名和日期一定要去手写，我们打印出来手写，当然也可以用电子笔来手写签名。签完之后解释信就填好了，我们去上传就可以了。上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要上传3个文件，3个文件分别是解释信、W8 表格，还有我们的护照或者身份证。接下来演示如何提交文件。我们来到嘉信理财的后台，点击右上角的信息中心，在信息中心这里选择上传文档，这边选择上传到哪个账户，这边选择表格或者账户文件，然后把3个文件上传。下面我们去填写 W8 还有解释信，然后发送一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客服审核，一般2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了。文件审核通过之后，我们被多扣的税款就会马上解冻返还了。如果大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或者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就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，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，帮助更多的小伙伴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